废太子入凉州，满城街道活不过京东。凉州的雪看着白，底下的泥可黑得很。哎呦，这位公子面貌生得真好，公子面生，这壶酒算我请的，凉州夜寒，暖暖身子吧。羞什么羞？我是这家酒菜的老板娘，请过路客喝杯酒，怎么了？酒底藏风，一壶两用，是他的风格。丫头，那可是太师的人亲眼盯着的囚犯。鱼已经上钩了。去查，把凉州刺史府最近3个月的进出账目，一页不落全翻出来。废王爷，大半夜不睡觉，你想做什么妖？病秧子藏得深，那张网才刚张开。可深入，本王只是胸闷斗气。晦气东西，要死别死在爷当差的时候。虚实已至，鱼该咬饵了。禀王爷，腿脚倒挺快啊。你是什么人？就是个酒肆老板娘，顺便卖点消息度日。比如凉州刺史宋怀仁，他是魏党的门生，2个月前查抄你行李时顺走了一块玉佩，对吧？宋怀英的司库位置，守卫换班时辰，还有他每日寅时在书房读饮的规律，这个白送你的见面礼。你要什么？3件事：第一，拿回后我要那玉佩的拓印图样；第二，往后你买情报照价付钱，该不赊账；第三，你欠我个人情，将来找你讨要时你不能拒绝。机关在第3格，别走错。这丫头绝不是普通的情报贩子。谁在前面？转过身来！大半夜的在后院谋划什么？你想逃狱？明鉴，草民是在寻那掉落的半块药渣个。晦气，滚回去等死！杀这守卫易如反掌，但今夜真正的猎物是宋怀仁。王爷又来光顾了，您可真是我的财神爷！这丫头莫不是想钱想疯了，巴结个废人？
手脚做干净些。客官放心，本店包你满意。宋大人，拿弟兄们的命换酒喝，今日必须给个说法。来人，拿笔墨！丫头，京城那边若是察觉，这封信到不了京城，但明天的凉州该变天了。魏太师的爪子迟早要剁。边军贪墨7成，将士冻毙街头。宋怀仁是在绝阵的江山。放肆！你们敢抓我？我是魏太师的门生，我是太师的人。太师昨日在御前亲口说了，他老人家根本不认识你这条狗。王爷，您这身子骨可得好好养，切莫着了风寒。这局收官，新调任的刺史是父王旧部，凉州已在手中。合作愉快。主子，属下进来了。滚开！前朝御史的密文标记，沈家的痕迹。这个被流放的病王爷身上，怎么会有沈家的遗物？萧衍的真实身份必须立刻查清楚。不能到，凉州刚到手，还不能到。哎呀，这大清早的，门神怎么还拦客呢？听闻王爷昨夜没睡好，我特意熬了碗安神汤送来。让他进来。你在这汤里放了什么？续命草，凉州800里戈壁深处才有的玩意儿，专治寒毒。别问我在哪儿采的，问了我也不会说。情报那可是要收钱的。你想要看唾液，
但拓印太糊了，看不清。你看这个，和父亲遗留在密室中的卷宗痕迹一模一样。王爷这真舍得给我看，我可是得按规矩加钱的。你费尽心思要这图，如今真物在此，你为什么不问这背面刻的古字究竟是什么意思？等我想问的时候，我会带足筹码来买你的答案。查过他的底吗？主子，属下动用了所有明暗线，查不到。他就像5年前凭空出现在凉州的一样。凭空出现，有意思。这盘棋越来越大了。哟，李九报大驾光临，您要的竹叶青早就酿好了。无形的巨网正在疯狂吞噬凉州的脉网络。老板娘，跟你打听个道，近来凉州州府的税银押解去京城，走的是哪条陆路1000两雪花银，买定离手。魏太师府最高级别专用传信标记，暗红牡丹。九尾狐疑似在凉州，查。他们嗅到了你的味道，太师府的人知道。知道才好，我等这天5年了。让他们派人来，来一个我挖一个。有娘在吗？故人来访了。我该死啊！好个凉州！父亲息怒！凉州的宋怀仁被抓，老夫安插的眼线又送回这张白纸，看来凉州池水里藏着条兴风作浪的大鱼。子安，你也是时候历练一番了，替为父走一趟边疆，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在拿我魏家的人头邀功。若我在凉州出事，把这封信送去御史台，大魏的天下哪里还有青天？魏太师的亲儿子魏子安，再有3天就到凉州了。魏忠贤那般多疑惜命之人，亲自送亲儿子来边疆，是让他查案，还是让他当试探我的活靶子人质？不管是来当人质，还是当钦差，只要是到了我的地盘，这人我可得先好好认识认识。王爷，
这可是位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就是不知道他魏大公子的喉咙受得住我凉州最烈的烧哈子。别玩脱了，惹怒了太师，他会让整座凉州城给他儿子陪葬。魏大公子踏进凉州的第一步，就是踏进一张收不回的网。一只怀抱悲悯却被折断翅膀的金丝雀，正一头撞向世间最寒厉的情报巨网。金丝雀入笼，尚且不知。鬼使神差，撞入网中。客官，外头风大，进来喝口热乎的吧。鱼已入网，只待收线。京城皇商特供魏府独占的云锦，大鱼撞网了。客官面生，来尝尝本店的招牌。哎呀，你这九娘怎么做事的？对不住，我这手脚真是笨死了，这酒钱我免了。罢了，无妨，1-2件衣服而已，也不怪你。多谢公子大度，小女干杯赔罪，公子莫怨边陲粗鄙。这凉州真冷，风沙大，自是骨寒。公子又何必跑到这儿遭罪？逼不得已啊！我不杀伯昏，伯昏却因我父亲而死。我验透了那些人血血账本和吃人的算计，可我逃不掉。多少酒钱？福克隆，我住福克隆。公子慢走，得空常来歇脚。太单纯了，这倒是个艺术，是福还是祸？这姓魏的小子和他那吃人的爹不像是一路重色。你打算用这颗棋？不急，他若是装的，那便是比魏忠贤更可怕的毒蛇。给我去查魏子安在京城有没有干过什么被他爹强行压制的事。京郊私取薄田，资助被构陷罢黜的清流遗孤，隐姓埋名，向南山书院捐赠束修。东窗事发后，被太师动用家法，硬生生在祠堂关了3个月，幽闭断水。此人竟生了一副良心肠，可惜了，这般干净的骨头，却生错了那最脏的门第。好巧啊，魏公子，又出来散仙。世间的烟火气，让这只金丝雀露出了从未有过的纯粹笑容。你知道吗？这老伯以前可是京城御厨的高徒呢，因为不肯给一盘有毒的点心做伪证，得罪了上面，被人打断了手赶出来的。我爹，
曾在这世上毁过很多这样无辜的人。谁都不想背负罪孽活着，活在别人的影子里太累了。魏子安，记住，你只是你，你不是你爹。舅娘，谢谢。舅娘，如果有一天我家里出了弥天大祸，你能帮我吗？能啊，不过得按规矩，你请我喝顿最贵的酒就行。别对他太好，他会溺死在你的套里，并且他会把你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三封加急密信催不回一个魏子安，线索太少。他去凉州半月，天天泡在酒舍里，是在给查案，还是在给老夫奔丧？舅娘，凉州多好啊，但很快也不得不卷入这脏水里了。我爹他正在收编换血3大边镇的将领，3年他要所有边军都醒卫。魏忠贤的胃口竟然大得想吞天，他若彻底掌控3大边镇，便能挟制10万边防铁骑威胁中枢。到时候不仅这凉州保不住，就连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老儿也休想再动他分毫。所以我们不能等他收网，必须在他完成边镇换血之前抢先一步，把那些还不肯臣服魏党、不愿同流合污的边防武将一个不通一个不漏的全挖出来，彻底拉拢。你这语气是已经在做了？凉州、雍州、北境右营、军营伙房的帮厨、伤兵营换药的军医，甚至是负责稻叶乡的老卒，早成了我的眼睛。这些将领的弱点、骨气、软肋，这5年来每个月都有雷打不电的线炮送回这里。这么庞大恐怖的一张情报网，你铺了几年？差不多5年了吧。我从14岁活不下去那天起就开始卖消息了。你的仇人到底是谁？王爷，本殿规矩，有些事要付买命钱才说。这张暗网才刚拉开一角，棋局已布，只待落子。魏公子，这就要走了？收着，里面是我在京城南山书院的私人印章，日后你若有难，拿着它去南山书院找掌院递话，我一定帮。魏忠贤的最后底牌，用至亲之命逼子回宫。这傻小子竟是真的想保他。棋子走了，该干正事。
收了钱自然要办事。王爷，下一个点哪个名？雍州太守赵元朗，魏忠贤这老狐狸旗下最大的钱袋子，宋怀仁贪墨的所有军需油水，皆要经由他的账面，才能洗白流入太师府的金库。太守级别的贪官啊！王爷，你是要我把他人头搬家，还是逼他反水咬断魏党？先不必动他，去查赵元朗不能见光的转类，他怕什么人被弄死，我们手里就得先捏着什么人。成交。王爷，你刚才说干正事的时候，身上的杀刺压得不住。你在京城被废之前，到底是做什么的？有些答案比刀锋更致命。去查赵元朗，我的过去换不了太师的人头。真是个不要命的软血！魏党的钱袋子赵元朗，竟然背着他那位出身魏太师绵家、悍妒出名的母老虎正妻，在城郊别院偷偷养了个外室。好死不死，这外室还给他生了个带棒的私生子。这事儿藏得极好，连太师府的眼皮都瞒过了。这个把柄，给我捏到他死！堂堂太守，魏党钱袋子，一夜之间成了别人的暗桩。这赵元朗简直是座金山，有了这本账，太师的财政底库都被我们扒穿了。叫你收了魏子安求救的荷包印章，转个头就眼都不眨的把他老子的钱袋子给连根掏空了。阿九，你这手段狠得连阎王都忌惮2分，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她不是叫的老板娘呀，她叫的是阿九。第一条是边关军饷洗白的地下通道，第2条是吏部6部官员买官卖官的进项明细，这第3条最是惊心动魄。魏忠贤在向边境暗中输送私兵的聚合君子字，这些若全呈上御前，足以诛太师9族死罪。账本可销毁，死士可顶罪。魏忠贤能全身而退，要杀他，还缺一张能一击毙命的终极底牌。他通敌叛国的密信原件。你看这个，这是我5年前刚建立情报网时买到的一条零散线索。北狄使臣曾连续3次在深夜于京城魏太师府邸后大门出现过，而且3次的时间出奇的统一，全在隆冬。冬天，北狄冻3尺，战马极度缺乏越冬的草料补充，大魏草料出干必须要有太师府内签发的最高级别通关文牒，那上面绝对盖有魏忠贤独一无二的贴身私印。拿到那文牒，便是砸死这老贼的惊天物证。来人，传令各路暗线，给我死死盯住京城通往北狄的所有商道路口，连地上的车辙印都别过。一旦发现魏府名下货的货对踪迹，即刻上报。
萧衍，你父王当年被废被流放，定罪的折子上写着的罪名，也是通敌叛国，对吧？是，一模一样的手法，连陷害和扣帽子的党都容忍。再好不过，我们的仇人是同一颗人。买一赠一，王爷，魏忠贤这颗人头，我非剁了不可。同一个人，同一条路，棋局已定，暗网擎天。下半部，猎杀开始。舅娘，仙人来信，京郊往北的大道上，魏太师门下一支挂着茶叶幌子的重头商队正在急行军，但他们的车轮压痕起码比茶叶重了3倍有余。茶叶，大冬天的运陈茶去冰天雪地，运的怕是勾魂锁。我去。王爷这走一步喘3喘的身子骨，去了怕给人家当乐子看。放心，我比狐狸命长。不对劲儿，厨娘呢？来人，封锁这副车马，有贼子！阿九，飞马！王爷，你寒症尚在身，如此极寒天气，动用针触破城池，定将万劫不复啊！滚开！这一夜，风雪吞没了2个人，也埋下了一颗注定要炸开整个王朝的种子。乔姐美，没事。魏忠贤的活罪证。萧炎！滚出去！守进燕院门，连只苍蝇都不许放进来！萧炎，你听好，你若敢死在这破驿馆里，我明儿一早就把你父皇留的玉佩砸碎了喂狗，我就把这张用命换来的图转手翻10倍卖给魏忠贤。愁骨缠血，抵死相依。这一夜之后，再无人能将他们分开。这女人真的把命赌给了他。好个不要命的探子！能在我魏家老兵刀刃下逃生，还能一击即中，找准了布防图的藏匿点点，
凉州那个所谓的情报网九尾狐，尾巴终于在地底露出来了。老夫倒要看看谁敢动我大魏的兵符。夜宵，今夜就动身，带着老夫的令去凉州，我要那只九尾狐的被皮剥下来，活着挂在凉州城门上。最大的危险，往往在以为最安全的时候降临。萧野，萧野。终于退烧了，这火眼王王。那个木匣子里是我父王的灵位。这5年，每年他的忌日，我的生辰，还有我被天下唾骂流放离京的那天，我都会跟他说句话。我曾以为这辈子我这个废人都再也翻不了撞通敌的奇冤血案了。王爷，现在能翻了，而且我陪着你翻。父王，儿子好像遇见了一个人。丫头，京城出大事了！魏太师嗅到了九尾狐的血腥味儿，天下悬赏榜排第1的厉鬼残刃，顶级杀手夜妖已经出了京城，直奔凉州而来。温柔未尽，杀机已至，真正的猎杀才刚刚开始。黑白2道从无败绩的死神，他盯上的目标往往死的只像一场起眼的意外。丫头，要不要通知那位病王爷防范？不用，他寒毒刚退，现在是一把经不起折的弱骨头。整座酒宿暗流涌动，全城静候死神。回城的路需穿过一条长100步的僻静暗巷。大名鼎鼎的九尾狐，原来生得这年轻水润啊！你一个病秧子来这儿送命吗？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不是说我陪着你翻吗？萧某既然引诱你，那以后你的命就是我的东西。除我之外，旁人再碰半寸，杀无赦。他清楚地听见自己心里那一堵被这惊疑遇堵了整整5年的冰冷城墙，
在这一刻，红肉塌掉了一角。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军备拉锯。那把算过天下的老铁算盘里，藏着一柄磨了30年的刀。魏家的鼠辈也敢染指军旗！休想动我丫头命根子！算你们狠！丫头，别急，柜子，你爹留的柜子没事。段三lần老伤爆发，内脏震现，命悬一线。这只夜枭必须除掉。萧家旧部一纸召来，刀法刁钻是夜枭，但在完全漆黑的库房能毫无偏义直奔这排暗柜。94里出了内令，负责传递外围消息的线人泥鳅，已经整整3天没来交牌子了。好啊，买通我的人来挖我的根。既然他想要内应的情报，我就送他个大礼。将计就计。你等错人了，被阴了。活不了。那铁剑上封喉的见血毒，落入这种水流，神仙难救。我从不信什么大概死了，没看见尸首，这事就不算完。凉州的夜还没完，京城的雷已经劈下来了。5年了，皇帝越过了重重监网，向边陲发出了泣血的密录。这是催命符。你要去？必须去。魏忠先撕掉兵马，这是要动手了。目标要么是清君侧，要么就直接废帝篡位。
皇帝是在向我求救。那我跟你去。凉州的情报大本营交给干爹和老怀镇守，京城水深，但那里我也早埋了另一套班子。阿九，你若踏上这趟入京的路，就卷进了皇权夺嫡的死地，你就真的再也回不了头了。王爷，从5年前我沈家惨遭魏贤灭门，我侥幸活下来当黑心掌柜的第一天起，我就压根儿没打算给自己留过全尸的回头路。凉州到京城，这条路用白骨铺成，但他们一起走。爹，等事情了了，我回来接您去京城吃烤鸭。凉州的夜还没结束，京城的血已经要开始流了。从这辆马车驶出凉州地界起，大魏的天就要崩塌了。废物，连个女人都杀不掉的废物！传老夫的令，500里加急送往雍州太守赵元朗手中，命他即刻封锁北上入境所有官道，以截杀朝廷重犯之名，任何从凉州来的车马，杀无赦。主子，前面走不通了，雍州方向设了3道重兵卡，赵元朗以搜朝廷侵犯为名，彻底锁死了北上的官道。赵元朗的要害被我们拿捏，他是我们的人，怎么敢设卡拦我们？有2种可能，要么他是被魏太师逼着摆个样子，要么他已经彻底反水了。骑马车走商道老驿路。商道老驿路虽多绕5天，但那条线上有他多年前亲手埋下的钉子。客官，上好的热茶来喽，给您驱寒。别碰！有刺客！赵元朗是真的反了，他早就猜到我们会绕道，连这深山老林里都布满了太师的杀手。退路已决，那就不能再走驿路了。老怀留下的那张山野荒图给我，从这道山脊翻过去，直线穿插百里无人区，只需3天就能神兵天朗至雍州城外。流沙谷，你知道那片无人走，是因为遍地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流沙暗坑吗？知道。你敢吗？这一脚踏出去是流沙谷，也是京城。你敢，老娘就敢！别乱动，抓绳子！
流沙谷的夜是要人命的那种冷。喝了。你喝过，我不要。少废话！你想渴死在这烂荒原里是不是？铁树开花，转瞬即逝。他看见了。流沙谷的尽头是雍州，也是下一个战场。有兵马。太师府的死军，至少50人，且全副武装。一旦惊动，咱们这点人手根本不够塞牙缝的。等天黑。前方是魏军，身边是他，双双压定。小野，走。钻过去。上门了！别倒在这儿，里面臭死了。你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嫌臭。狡兔三缺，他早就埋下了这一手。这可是雍州要塞，天子脚下的前闸，你竟然连这里也早就提前布了据点。狡兔还三窟呢，我干的这种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营生，不多留几个心眼儿，早连灰都给扬了。听好了，从现在起，你是个来城里收账的兵弱掌柜，我是你的贴身随行丫鬟。你们身携兵力，目标太大，自己找隐秘之处蛰伏。开门！奉太守令，全城大锁，挨家挨户搜查可疑外乡人，再有私藏者，全家连结。一张收紧的绞肉网，正朝他们撵来。阿九，左边巷子，快走！萧野，备纸笔。九娘，这位是？我是他的贴身丫鬟，我家掌柜病了，去抓药，切记分批隐秘。一碗猛药，把命从阎王手里拽回来半寸。阿远，阿远，阿渊是谁？对了，
看什么？看我那铜墙铁壁的老板娘，原来也有熬不住的时候。九娘，出大事了！赵元朗府上今早秘密处死了一个人，死的人正是负责给我们凉州暗线送嫡长的绝密一族。赵元朗在灭口，既然是被挟持的痛点，那如果我们抢先一步，把田给掐在自己手里呢？那我们替他去救下那对外室母子，不就行了？动用所有眼线，在1个时辰内查清楚赵元朗养在城郊的那个外室和私生子现在到底在哪儿。九娘，暗探拼死传出的消息，城郊边院早已人去楼空，那对外室母子半月前就被一伙不明身份的黑人秘密押走，至今去向不明。根本不是反水，是魏忠贤这只老狐狸，他暗中扣押了赵元朗的妻儿老小作为人质，逼着赵元朗必须封死这条北上的官道，接济我们。赵元朗现在是头彻头彻尾被捏住7寸的废棋。既然是被挟持，那说明这赵太守本心并不想与我们鱼死网破。不想又如何？只要妻儿在魏太师手里握着，他让他去啃亲爹的骨头，他也得照办。赵元朗的罪证底册全在你我手里，他现在反水设卡，等于自绝后路。他究竟在怕什么被发现？说得轻巧，魏太师藏人质的地方必是绝密。你知道人被藏在哪儿？哼，我是不知道，但有个人偏偏有这个身份和本事和打听出来。魏太师的嫡命长子魏子安。掌柜，立刻动用甲级加级通道，想尽一切办法，务必将信送到京城南山书院。7天，石铁般的等待。王爷，你看这行字。北境，北境不是卖国交易的北地，而是大魏自己镇守的北境边镇。他在买私造军械铠甲，他魏忠贤在北京暗接大营，私屯养重兵。这个发现只是魏党同人连春才谋权的路径，但暗养私兵，其狼子老太师准备在合适的时机血洗皇城，直接改朝换代。王爷，你父王当年全族覆灭，也是被扣了这顶拥兵谋逆的大逆罪名吗？不，他当年只被构下入了通敌的死局，那时还没有胆量干这种直接谋朝篡位的事。但5年过去了，这老鬼喂大了胃口，他不甘心只做个太师了。他们眼下要破的，已不单单是5年前那桩全家蒙头的大冤案，他们正身处一场血流飘骨的惊天军权大翻盘的正中央。京城绝密回放，人质在雍州北郊柳庄，重兵死守。九娘，万勿小心，我爹已经在盘问我了。北郊柳庄，这票生意，今晚老娘就去收账。
走，我跟你一起去。你疯了？你连走3步都在咳，去那等重兵地送死吗？赵元郎只认我这个活主子，如果今夜出了意外，必须亮出底牌谈判。我在，比那把匕首管用得多。把这个带上，你这张脸若是爆出去，今晚就是天王老子也走不出雍州。半面遮目，半面是人，像极了索命的无常。闭嘴！想活命就别出声，我带你们去找你爹。谁在那儿？有火吗？快走！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兄长，快逃啊！魏家那只母老虎带兵杀来，疯了！把嘴闭上！若敢发出半点声音，大家一块儿死！端坐侦察者，剑在袍下。给本夫人搜！砸穿了也要把那个狐狸精找出来！呸！本夫人倒是哪里来的骚狐狸？你就是凉州逃犯带来的那个贱人！这位金尊玉贵的夫人，您这是在骂谁呢？农家只是客栈后烧柴的厨娘，夫人这么大阵仗，莫非是来住店打尖的？满嘴放屁！给我张嘴！赵夫人，你在这里逞这些泼妇威风，难道你不知你那个唯唯诺诺的好丈夫长刺手，在外瞒天过海，养了绝色的外室吗？不仅养了外宅，甚至连带着把的野种都会叫爹了。那对母子藏在哪儿，想夺你的权？夫人，你不想去看看吗？还不快滚去备马，去城南的费尔宅！本夫人剥了你们的皮！你用假地址把这母老虎支走，带着几10个号人杀个回哈枪使，我们怎么收场？他敢杀回来，算算时辰，赵元郎此刻应该已经接到了其被我们安全接管的消息了。到时候他这位骄横的太守正妻，恐怕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你还真是算无计策。棋盘落子，下一局京城。皇家骨血，化成灰也认得。世子殿下，
起来吧，你那对落入险境的妻儿就在这后院的酒窖里，毫发无损。世子恕罪啊！魏忠贤那瘦不如的老贼，他暗中绑了微臣唯一的骨血，逼迫臣以重兵封死这北上的官道。如果臣不杀年后啊！我知道你的难处，但赵元朗，你给我听仔细了，现在你妻儿在我的手里，远比在一只随时吃人的老太师手里要安全千万倍。所以太守大人，你现在到底该听谁的？臣赵元朗的命，全凭世子殿下去。除此之外，臣拼死也要报上一件惊破天的大事。魏忠贤那老贼万养的死士私军，全部暗藏在北应三镇最荒僻的黑风岭天险中，人数足足有3000精锐。明日一早，你就对魏党哭惨，就说你意外发现外室母子已经被人暗中劫走，你带兵拼死狂追，却追寻不到踪迹，把这出戏完完整整的做给魏忠贤看。微臣遵旨。萧大王爷，你在京城的时候，是不是带兵打过仗？赶紧走，京城那座斗兽场里，还有人在等着生吞了我们呢。整7日7夜，风餐露宿，只歇了4觉。京城，到了。出大事了，皇帝已经被软禁了。皇权最内层防御已被撕开一个致命的大个字。他动作太快了，魏忠贤这老不死的，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要对龙椅上的那个人下杀手了。现在怎么解？那上面贴满的全是你的活阎王画像。流放侵犯眼私自潜逃，提头来见者，赏黄金10000两。皇权最高通行秘籍，持此信者如朕亲临，可入门。今夜我们光明正当了，击败进去。停车！查验录音，通缉要犯在此。不想死的快滚下来受检！放行！快开城门！萧衍入京的消息，马上就会传到魏忠贤耳中。王爷，屈尊了。这儿是我干重要信息京城分店老巢。主子要的东西，
这1个月里，太师府进出人员名单及魏忠贤入深宫面圣的所有详细记录。自从皇帝10天前声称风寒之后，魏忠贤的入宫频次出奇的规律，每3日一次，而且按祖制大礼，太师级别议政面圣一待起码半天以上。但他这几次进御书房的时间，每一次都没超过半个时辰。这哪里是君臣议事，这简直就像是牢头在查地牢的点卯。难道他在监视天子？不是监视，皇帝已经被彻底软禁了。什么连日罢朝、偶感宫寒，都是为了稳定军心的假兆。那个坐在龙椅上的人，现在是真的连一道能发出声音的圣旨都传不出来了。八九，只要皇帝没机会开金口，我们手里纵使有魏忠贤叛国谋逆、通敌如山的铁证，也是废纸一堆。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活着见皇帝老儿一面。御林军大统领换成了那老贼的外甥，但那是个只会克扣军饷的蠢货，底层千千万万巡游持戟的兵卒未必与他一条心。这3人都是我父王当年亲手剪拔于微末的中层，只要魏忠贤的刀还没将他们杀绝，或许能破这死局。老妪，去跑腿接线。只有赵少尉回信最快。今夜戌时，西市老羊肉铺向详谈。世子，这真的是您？属下真的以为这辈子再也等不到萧家的复起之日了。起来，废话不多言，我要以罪身入宫，强行灭圣。那天是魏太师亲临例行搜禁办，他会带走周都、封金瑞。当他带人包围搜查东宫那半个时辰，属下可以以换水龙的名义，暂时在西华门打出个口子，只有那一次机会。萧衍，我们需要把这些色懒的罪状理成一份连皇帝都无法装糊涂的一锤定命死检，还要逃过这城里的暗哨。12天，我们熬得够吗？够了。这份大礼可是要亲手拿去送魏太师上黄泉的。12天，4件，银面大礼。待事成大统，大为北京3镇拱手赠给可贺汗，江南鱼米之地，归老父独占天下。哼，魏老狗，这大魏的江山，你真的敢卖啊？这宗羊皮死书一旦被抖落到御前，别说他个魏太师，就是玉皇帝来了，他魏忠贤也必凌迟处死，诛灭族。12个日夜，地狱里的刀笔刺。1至5，每一包都是一颗人头。5年签于石面帖，写在衣襟上的。
完成了。喝了，明天没有退路。萧炎，明晚的碧豪毒若我们插朝失败了，魏忠贤以了掩盖无本账，他不仅会当场以乱臣贼子的名义屠了我们，甚至他会直接弑君屠国。你想过这最坏的结果吗？想过。所以这12天里，除了这些账簿，我还瞒着你，拿命另外准备了一件事。初3，大雪，京城。匕首入喉，只差最后1寸。明日早朝，御前开杀。阿九，如果明天早朝我在大殿的乱局里出不来，魏忠贤定会在此后发疯般血洗整个京城，你们这张网跑不掉的。西城门的暗道老华已经打通了，你带着这块牌子连夜走，你要带着你一手护大的情报网活下去。烧掉的是名册，守住的是人心。萧王爷，我看你是烧病糊涂了。本姑娘做生意5年来的铁律就是买卖共死，同进同出。明日早朝，你若在金銮殿里赢了，我算你本息回本；你若死在里面，我便在宫外替你收尸。同进同出，死局不复。绝不能以这种弱势登台。坐好。等我回来。深渊里，两将灭的灯，互相成了对方的火。四爪蟒纹，胭脂褪去了所有死气。5年了，终于传回来了。袖里缠魏诏，龙椅上的皇帝今天可能根本露不了面。罪臣萧文，请见陛下。天下最重的2把刀，在金銮殿上同时出起。陛下，流放侵犯无诏私自回京，此乃欺君谋逆，按律当什么？朕准他回来的，太师有何异议？太师，5年不见，
别来无恙。您亲自送我去凉州城楼前，特意交代的那句话，我可是分秒不敢忘啊！传给诸位爱卿，都给朕好好看看！半盏茶，那些附庸魏党的官员看清了纸上写的什么。雍州太守赵元良暗吞军饷，输送北京私兵底表账单。凉州刺史司库错印的边防布防图，魏府私造印鉴，前朝御史沈清河临死前遥指泣血的灭门冤案口供副本。魏子安大义灭亲，泣血供词。哈哈哈哈！好一个苦心计！萧燕，你处心伪造这些所谓证据，刀刀指向老夫。如果老夫真有这等滔天彻地的篡国谋逆之手，这5年，我又为何还要辛辛苦苦替陛下受这百官之报，守着大魏江山？今日这出兵变戏戏，分明是这反贼想要离间你我君臣的生死之情啊！铁证如山，狡辩如蛇，龙椅上的天平会倒向哪一边？陛下明鉴，太师忠心可昭日月，那萧炎乃是流放废徒，怀恨在心，其为正断不可信。臣求见慎言。臣魏子安代父请罪。宣宠3年腊月，2万担军粮挂在宋怀营人名下出城，途经雍州，左营马帕军副尉李三刀，你这个猪狗不如的孽子啊！父亲，您从小教我的忠孝二字，前22年儿子包庇魏府，只做了个盲目的孝子，我没做到忠，我对不起天下那些我们魏家惨死的孤魂怨鬼，今天不孝儿子全补上了。来人！密语：屠刀横戟，魏家完了。魏家倒了，但这场风雪才刚刚吹向京城的每个角落。陛下，既然今日这四面楚歌的死局是老臣一手造成，那老臣无话可说。但是老臣在紫禁深宫还有潜藏多年的最后一支核心暗卫，那群疯子只认老手里那枚独一无二半部，如今的副出只是电的满布。如果老臣今日会在宫中做下无法是冒出这挽回的大案子，老臣可就不敢保证了。剑未出鞘，但那一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剑若出，便是不死不休。太师大人真不凑巧，您府上那个负责贴身看管令牌的总管事，昨夜在醉香楼喝花酒时，被我底下的几个小二请去后院喝茶了。在咱们酒肆里，那管事可是一点没藏私呢，啥都交代了。太师，那支内廷暗卫早在1个时辰前就被撤职换防了。大厦倾覆，不过一瞬之间。罪首魏忠贤，通敌叛国，私养精兵，软禁天子，构陷朝廷粮，条条死罪，铁证苦章，即刻打入死牢，三司会诊。遵旨。你们赢了，但
这场戏远没结束。并肩于殿，共成天下。三司会诊，剥皮抽筋，掘地3尺，也要彻查全部魏党余孽。赐座。百尺之虫，死而不僵，但也终究只是死了。所有罪证皆是小人这黄口小儿蓄意伪造，我要见陛下！黄口小儿，你以为凭着那几张破纸就能定老夫死罪，就能赢定了三司会诊？你可知那3司之上有一半都是老夫当年亲手提拔的门生，只要我不松口，他们就会一直拖下去。这是你太师府下所有隐匿门生的名单官职，以及他们在各地收受的每一笔银票贿赂项请。3天前，这份名单就送到黄德龙案之上，京军已经在挨家挨户的抄家害事。你那所谓的一半门生，此刻怕是正在排队等着砍头。你早就没有人了。权倾天下的人，最终不过一滩烂泥。其实我知道，当年你父王满门抄斩，他并没有通敌。我知道他是大卫干净的将军，我对不起他。他终究没有回头，有些债，再多的忏悔也还不清。老夫不认，全是构陷。他在赌，但他注定等不来任何救援。魏府向北谍暗通窥知，银钱流向一清二楚，所有的退路彻底斩断。宣读：前朝沈清河御史气血逆流正征，褪去红妆，素衣白衫，沈家遗孤来了。民女沈九娘，乃前朝御史沈清河之幼女。5岁那年，魏忠贤为掩盖贪腐，构陷前太子，深夜潜入我沈家。我父沈清河至死未向权臣出卖良心。他的目光自始至终未曾移开过半寸。2道脊梁，比短刃还要笔直坚硬。罪首魏忠贤通敌叛国，谋逆篡位，构陷忠良，按大魏并帅，数罪中填入子安，家产全部检举供说赏库，3族受叛事者，比连贼也问斩，特免其专连央纂执行。即日起，逐出魏氏家门，褫夺所有有功名，永不录用。大雪洗净了污浊，也洗净了5年。阿九，结束了。权倾天下的人，最终不过铡刀下的一瞬。
苦主不在刑场，他在后院腌过冬的咸菜。你不去看看仇人伏诛？没什么好看的，他的一颗人头落地能换回什么？我爹，你父王，甚至是为了保护情报重伤的周伯，他们全都回不来了，不是吗？魏忠贤临上刑之前仰天大笑，丢下了一句史前最后的话。他说，他这残暴的一辈子，唯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5年流放之前没有顶着天下非议斩草除根，没有把我们萧家的血脉彻底杀绝。死到临头还犬吠，他是在故意激你心魔，你别上那老贼的恶当。我没有上当，也没有被激。我刚才只是在想，如果当年他真的斩草除根，没有将我流放到那富寒偏僻之地，那我这辈子就遇不见你了。那什么，这破案子结了，陛下的明旨也下了，恢复了你镇北侯世子的尊贵爵位。你那座大豪宅什么时候修缮利索？你什么时候从这破茶铺里搬回去？你那间用来赚黑心钱的茶铺，楼上还能容得下让人常住吗？那一抹温和，在踏入暗影的瞬间，被彻底碾碎了。陛下，您真以为除了老臣这个祸害，天下就太平了吗？您看看萧燕，看看这能把守天天下的九尾狐情报狐王，他们今天能把老夫藏在地窖最深处的秘密库拔朝天，难道陛下就不担忧，甚至是龙套之下，对他们来说还有半点秘密可言吗？飞鸟尽，良弓藏，帝王之心的温度降到了冰点。唯一一份北狄通关文的嫡弟。萧衍啊，萧衍，你也不动脑子想想，当年是守望百万石的太子爷，若没高高在上龙椅子里的那位暗中默许点头递刀子，我区一个臣子，怎么可能动得了你全家上下整整300口皇族命吧？他以为他赢了，但真正的深渊才刚裂开第一道缝。真相像一把双刃的刀，刺穿了对方，也刺穿了自己。深渊扣中，猎杀换了一张面孔。他以为他睡了，他却整夜没合眼。说真的，你要去北京，我肯定跟你去。茶铺关门，周伯留下看家，情报网也能顺着官道一起牵。反正我做的是卖消息的买卖，人在哪儿，生意就在哪儿。你知道这趟去北京的这潭浑水有多深吗？朝堂上的魏忠贤虽然服交了，但他暗中用国库军饷豢养的那3000名铁血死士私兵，至今盘踞在北京黑风岭天险。树倒猢狲散，3000虎狼现在群龙无首，内部已经列成了3派，一部分想向朝廷投降命，部分收拾细软准备越境投奔北狄，还有最死硬的一派，正妄图拥立魏忠贤那个趁乱逃脱的远房老侄日，盘踞山头，拥兵起事。你想怎么处理这趟烂摊子？收编，愿意死心塌地卖命的，能收则收，
那些敢生反骨、冥顽不灵的乱臣贼子，一个不留。此刻半分都不像那个日日咳血的病样子。好，那我负责铺网挖情报，你负责挥师打胜仗，分工合作，老规矩。老规矩，老板娘，你开价。没有阻拦。老族的沉默比任何丁属都重。北境的地界，那可是喝水都能冻崩牙的地方，比咱们这凉州寒多了。带上，老板娘，穷家富路，这盘缠不多，给弟兄们在军帐买几斤好友烧烧身子。哎呦，瞧你们这副德行，老娘又不是不回来了。3000禁军，黎庭扫虚的旗号下，藏着黑风岭3个字。潜伏在黑风岭4军内部对其线人急报，私兵内讧彻底爆发。主张投降的头目说愿意与朝廷谈和，但咬定条件必须亲眼见你这个能做主的人才肯放手。更要命的是，那群最死硬的反叛派已经带人收拾好了细软甲谶，准备举家北逃塞外，投奔北敌，最迟3日内便动身。传本江主率令，丢弃一切重辎重，全军轻骑突击，违令者就地正罚。他真的能撑到黑风岭吗？血洗不尽红色，帝王的面孔换了一副。爱卿劳苦功高，魏党在北境黑风岭尚有3000如狼似虎的祸患私兵未除，朕命你即刻挂帅北上，全权收编。这兵权，皇帝给的也太痛快了。且不说北京那些骄兵悍将全是被魏党洗脑的饿狼残军，他让你一个重病脱身的手无寸铁之人去收编，他这哪里是让你去建功立业，他分明是在借魏党的这把短刃杀你。狡兔死，走狗烹。这世间最无情的，便是帝王家。魏忠贤已经死了，他心头最大的刺被拔除。我这把用来对付太师的锋利快刀，如今已经让他感到了骨髓里的害怕。皇帝绝对不需要一个看破他借刀杀人秘密的侯爷手握大明兵符。既然这是决败的死期，我去北境，你在京城留下来，带着你的重要信息四网，给我紧紧盯紧深宫内院的所有动静。生死关头，他绝不留退路。皇权的最极暗处，地龙翻滚，帝王的面孔换了一副。魏忠贤那个老匹夫，纵是权倾天下，却依然是个有眼无珠的蠢物。夜宵未死，他被人从地狱里捞了回来。夜宵，魏忠贤给不了你的东西，朕通通给你。去北境吧，替朕把那位功高震主的镇北侯彻彻底底的留在风雪里。给老子死开！敢挡爷的道！
今夜这黑风岭上，一个站着的，也休想逃进北狄剑线。一夜之间，2800柄短刃换了一面旗。魏家养了3年，萧衍收了1夜。甄别换红色，重组，一夜之间3000人换了魂魄。干完了。干完了。万道金光铺满黑风岭。你发现没有？魏忠贤贪了3年国库，用无数红血液喂出来的那近3000无敌丝军，从你在名册上落定最后一笔的那一刻起，现在已经彻彻底底变成你萧燕手底下的兵了。所以，你现在不仅重活了一回，你还有了自己的虎狼之兵了。所以呢？所以，从今往后，这皇城天下的人，再也没有一人敢骂你是不流放的病王爷了。红黑2色，谁欠了魏家的债，谁还在观望风向，以短刃道具切。这是你收编私兵后立威的最好猎场，这2人就是最肥的猪老，击败给全城看。薛安大人明鉴啊，这些都是底下兄弟省吃俭用匀出来的备用物资，以防北狄兵犯境的啊，大人。你的备用物资，备的是为党造反的资历吧？拔下他的官印，就地卸职，枷锁穿骨，即刻押送京城死牢后斩。半盏茶麻亦可定，整个北境为之集体大铲力。这位王爷的短刃，比前朝全相快了10倍。新君明路，4个字，一座铁打的银霜。你这是真打算把这些从死人堆里捞出来的亡命族变成你自己的亲兵？大魏的边防已经脏透了，北境需要一支绝对干干净净、撕不裂的虎牢，并肩走了太远的尸山血海，那个可血的面具人在慢慢死去。萧炎，你现在说话的语气，可真是越来越像个高高在上的王爷了。那我还是那个死皮赖脸，偏要睡在九眼居茶铺2楼楼上的萧炎吗？窗外风雪，帐内炉火，他还是那个他。禀薛安大人，北狄左翼狼骑一部，趁我大魏边防内部换防肃清之间，突然连夜南下，越过天险。他们毫无人事阵前，烧成龙北境最外围的3座重镇，手无寸铁的边民被屠戮上百口。传3镇主将，中军大营，即刻军议。他的耳朵比帐内的短刃道具还快。这绝非倾巢而出的灭国之战，这是北狄老狼在试探，
他们怎么在我的一位忠贤倒下后，北京的重兵便搞表奉喜，是否成了一座让我率领3镇所有新军舰，以我3镇重舰的布防重设，即刻满攻待战，将手底下最敢命老化整为零，给本侯紧紧切进北敌的界内，探明他们主张的真正闪立决。饿了吧？去后厨瞧了瞧，边镇伙房老师傅刚贴好的烤饼，怕冷了，我一直捂着，刚热过。垫垫五脏卧。笑什么？我只是觉得有意思。曾经我在凉州破地方苟安卖命，你就在凉州酒色的大堂里给我送酒。如今我在北边最前线排兵布阵打仗，你又坐在这风口给我送饭。这和那一年在凉州城好像也没有什么该死的区别。错，这区别可太大了。在凉州，那是我在卖给你保命的重要信息，而在这北境，是老娘我在看着你怎么打大魏这天下。试探的狼牙咬在了铁板上。暴雨前的泥星，真正的风暴还在北面，不是值守，他在暗处递了一把短刃道具过去。魏老太师的买卖断了，北境城头已经拔了旗，若要谈何重启护市，大魏这扇门敞着，若想试试这短刃道具是否锋利，新任巡按在此，随时奉陪到底。300颗人头，50条金属锁链，萧燕的第一张牌打出去了。那群软骨头，在酷刑和灌酒的红白脸下，全都吐干净了。魏忠贤一倒，那条丝盐和草料的金钱暗线彻底断裂，这根导火星子也在北狄王庭的核心炸了膛。那帮蛮族送给我，现在自己人都在互相拍桌子干架。激进的战派想趁火打劫南下，而求财的主和派则极度渴望休养生息，重建护市。萧衍，这就是正式弹劾分化他们，不用一兵一卒瓦解边防重压的天赐时机。他们那头正在拼命犹豫。放人，除主将外，那50名北狄俘虏斩断一指，扒光兵甲，全部送归界外，以示大魏主将不斩草芥之善意。北境新任巡按上奏，若北狄有休战之诚，大魏愿在此地与北狄重启并重新划定护市安宁国界。重赏与重拳，2把短刃道具同时捅进了金鼎大帐。仗战派的声音被断指和草料压了下去。北狄的使臣踏进了大魏的门。大魏的巡按，你所许诺的草料交易份额，我王觉得北狄皇族土。他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北狄话？北境平安了，但短刃从背后捅进来了。3000条命，差点为了北地的老姑。千里之外，另一张网也在收拢。黄泉的迷雾里，他撕开了一条血淋淋的缝。疯了，全疯了！魏党伏逐后，那些本该被查抄捣毁的重要信息暗桩和地下金库，他们根本没毁。他们在一夜之间，全部被盖着皇家内务副官印的神秘人无缝接管了。魏忠贤死了，但他的暗网换了一个主人。坠河的夜宵没死，不仅没死，他现在人就在北境，而且他手里攥着的是随意调遣天下兵马可直接行刺免死的大内天子金牌。皇帝不仅是当年灭门的推手，更要在眼下生生用这种断粮泄密的阴招，逼着萧衍在北境划片造反，或者让他死在北狄胡人的乱刃之下，再替那至尊的皇权盖上一顶战死沙场的光荣贞洁牌子。动用9尾最高级别加急要印，必须把这8个字赶在夜宵冻短道之前紧紧送到萧衍的桌上。
高鸟尽，良弓藏，速归！烧，把这九岩居在这京城5年布下的所有带红色的纸片、账册、明度，统统烧成灰烬。老彧，从另一条密道走，京城分部全部散落入海，潜入黑暗。5年猩红色，一把火烧了，但人得活着。奉圣上密旨，搜查逆党暗潮，若遇反抗，就地格杀勿论。烈火拔地而起，惊破了京城的夜。逆贼自焚了！弓箭手封锁，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来！被忠贤没击败的老狗，皇帝倒是养成了心腹。那块金牌既是来索萧某命的，那我就把它变成送你下黄泉的买路钱。天资第1号杀手，最终死在了自己的猎杀局里。皇帝的遮羞布冷厉如冰，被他踩进了北地的血泥里。将士们，就在昨夜，京城深宫传来巨变，魏党老贼余孽乱纲常，竟勾结贼人，妄图在这前线残败朝廷命官。本侯深受皇恩，如今朝中有奸佞挟天子以作乱，三巡听令，回本王！回京，清君侧。清君侧，这道烽火从北境烧向了京城。3000铁骑如黑沙出笼，旌旗指向南方。好个镇北侯，好个清君侧，他这是逼着朕吃下这个哑巴亏。朕若是此时饶妙动荆棘大军去半路阻截他，岂不正是坐实了天下人眼中鸟尽弓藏逼臣造反的昏君恶名？满口红脸，半个击败字都不敢说。第8日，风雪古道。侯爷，前方风雪中有异动。孤影残垣，3000枪盾。没死，这笔账还没连本带利的讨回来。活着就好。这普天之下，谁若要你死，我便要他大位，江山告诉。凉州老巢见。萧王爷，眼瞅着钱就是我的地头，在咱们率军击败回京城找皇帝老儿讨要那一身红色债之前，不如陪我顺道回个娘家。他没有回答，但马蹄已经转向了凉州。一切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但骨血里的牵绊早已翻天覆地。
干爹，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啊！臭丫头，收了。王爷金安，这破店刚刚遇了贼，怕是招待不周了。这牌子太旧了，换一块吧。九眼归居，4个字，一条命。离别之前，老族还有最后的交代。丫头，咱们原本以为拉为老狗下马就算赢了，但既然现脸在连上头那位都要你们死，这东西因为一旦现世，便是真正的诛心天雷。宣统大赦，二皇子借太医令之手异常断黄冈，伪造遗诏，弑父篡位。原来他不仅过河拆桥是个小人，那龙椅上装人做的东西，根本就是个来路不明、不孝不德的窃国异常蟒。窃国异常蟒，4个字，把龙椅钉上了耻辱状。走，这京城的龙城，我们不但今生要击败进去，我还要一刃断了他的帝王梦，让他把吃下去的江山，连带着大魏这些年的苦痛，一点一点的全给本王吐出来。这把刃已经对准了龙椅。3万旌旗，短刃道具枪如林，铁流指向京城。讨逆猪贼！讨逆猪贼！勾魂锁连着刮了3天，龙椅上的那个人终于怕了。报应的重锤砸在了天灵盖上。给朕把荆棘9门全部用烧红的生铁铁枝浇筑死汉，派御林军把全城的百姓给朕像牲口一样驱赶上城前当肉盾。萧衍他不是大魏战神吗？朕倒要看看他敢不敢数黎民百姓的尸骨强攻京城。数万百姓被推上了城墙，哭声响彻京城。京城的城墙前，哭声压过了战鼓。强攻便是不仁，这一战比短刃交锋更难。你不想让大魏自己人的红色染红护城河，那我们就从里面把这只乌龟壳给撬烂。夜色中，一道暗箭如蛇。破晓，烈焰，生门开。生门开了，全军出击！住手！萧衍，给朕退兵300里，不然朕现在就宰了这个帮你构陷忠良的叛臣孽子，给你这谋朝篡位的新大齐祭天生嗣！收手！统统给老夫收手！死局，进是死，退也是死，悬在生死之间的最后一眼。活在别人的影子里多累，记住，你只是你，你不是你那个吃人的爹。九娘，别退！这人间不该是他们这种人做江山，庶子敢改！一抹殷红在风雪中刺目绽放。击败！
击败无赦。地火反喷，内功成了炼狱。想让朕吐出江山，休想！今日全都给朕陪葬吧！他点燃了龙椅，也点燃了自己。他以自己为序，点燃了王朝的终章。朱雀焚尽，白鹤长鸣。这一夜翻过去了。火龙震起，黄泉化作炼狱。这座龙庭烧成了人间地狱。一匹战马，一条石披风，2尊修罗。修罗入火海，生门即是死门。2尊修罗踏火而行。刽子手就在眼前。一硬碰硬，以命搏命。阿九，红色莲绽放，软剑封喉。5年红色仇，一节一节走到尽头。末路的龙椅之上是一尊纯金的重甲。谁敢审朕？修罗索命，龙庭将陷。退兵！小汉，只要你此刻退下，朕即刻拟诏，立你为皇太帝。这万里江山，100年之后依然是你的。一场击败胞兄，篡夺大宝。你身上这件龙袍，是用你亲兄正长的血染红的。你这等猪狗不如的安糟物，也配自称天命？最后的伪装碎在了先帝的残印之下。哈哈哈哈哈！是朕做的又如何？你父王还有那个沈清河，全都是没长脑子的蠢货。在这权力的修罗场里，谁心慈手软，谁就活该被老子满门抄斩。权力的修罗场，这就是他信奉的唯一法则。5年积怨，尽付这一剑。一剑碎甲，一剑断书。乱臣贼子，你们真以为自己赢了？这江山，朕就算得不到，谁也别想活着拿走。最后的扳机被他自己扣下了。丝丝万丁火药正在倒计时。万丁火药
金銮殿将在瞬息间化为齑粉。天真，朕在这大殿正下早已埋了整整万斤猛火火药，今日全都给朕陪葬吧！还有3袭万斤火药将这座龙庭送上九霄，火焰、引线、举甲、张剑，以及一个王朝最后的呼吸。生死一线，他把自己当成了盾。萧炎，你这混蛋别睡！体温冰降，脉搏将断，3万人马接管京城，太医院被一锅端到了侯府。灰姑娘，侯爷这一场已入绝脉大穴，老朽无能，竟是神仙下凡，束手无措了啊！永义，今天他若验证断气，整个太医院都得下去陪葬。说，救他的法子。唯有一法，须有一人以自身为引，将侯爷体内的绝命寒毒全数转入自己体内，方能替他受招大罪。但那是死绝的寒怨，过脉击冰，过度之人必死无疑啊！没有犹豫，他的目光里只有一种东西：决绝。把药引熬上重炉。这天下，他打出了清平，他的命，老娘换了。铁锁落下，室内只剩2个人，与一炉将绝生死的药。黄泉路上，他以执念撕裂了死局，荒唐！荒唐！病树脱胎，破茧重生。大雪初晴，百官贵府。侯爷大才，挽狂澜于既倒。他看那龙椅，只觉荒谬。不染龙椅，他只做那护道之人。大神钢鞭在手，他为这天下再守一城。满城红梅傲雪，他的脚步难得急促。满是空荡，他不在。老娘只爱金光闪闪的真金白银，受不了这四面高墙的狗屁皇家死规矩。这杯酒结账清算，王爷，山高水长，咱江湖不见啦！阿九跑了。满城红梅傲雪，而修罗的猎杀败才刚刚开始，比北京的风雪还要冷了。那杯酒还没结完账，江山焊成了铁桶，他的眼里却越来越空。暖阁空置，旧人已去。
臣去追一笔不要命的死账。凉州血重，酒肆还在。这破凉州怎么一年比一年冷？风雪道观，故人踏门。老板娘，听说你这儿是天下第一重要信息站，我是大户，来此买个绝密消息，打听个人。我来打听，我那胆大包天，携着我这个真心潜逃天涯的镇北王妃。谁他娘的是女王妃？臭不要脸！既你不认账，那这绝世玉佩就先当你替我查案的定金。哟，姑爷这是从京城打完天下了，回来了。干爹，回来了。这次死都不走了。阿九，我入凉州前，在城外30里的戈壁处结拜了一支偷钱入关烧的消失的商队。我在他们主使的衣服夹层密目册里审照。一夜未眠，一笔一画，写着同一个名字。我5岁亲手捡过我爹的窖骨，他不可能活着。这是有人摸透了我的底，布下吊我的死饵。这北狄二王子带队，这个沈兆藏在随行商馆，对外身份是明月儿已经抛了。我们得看看这背后提杆的手究竟是谁。大雪驿馆，最寻常的声音，藏着最不寻常的来意。沈老板身上这苦药味真重呢。这大雪天越境走商不易，听口音，祖籍哪里人？祖籍江南，流落北狄多年，唯有讨口冷饭吃罢了。老板娘这酒倒真烈。不是的，那双手壶全是短道巨简，绝不是拿玉笔的。这是有人借了我爹的皮。二王子名为通商，实为探讯为。你去查这假商人是半路入伙，还是出北狄王庭时就在册的？3个昼夜，黑鹰穿雪而至。一行暗报，整个暗室化为死寂。并非半路，而是从一开始就在局里。有人潜进了北狄的最高王庭，而且这个人绝对认识我父亲。这招钓鱼饵下的太重，他们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刺探你们这么简单。这假沈兆招摇过市，分明是那幕后之人在向你传递一个张扬的消失信号。有故人知你底细，愿援者偷的压宴。你在酒桌上用你们家只有核心子弟才懂独门秘文写一句，看那假皮下面到底装的是人是鬼。边关的繁华总是带着短刃道聚光，穿花蝴蝶直取目标。沈老板不远万里送药材，这杯边关枫叶。3道弧线是一个家字，也是一道生死符。长短长，一个有字，如惊雷砸落。半辈子的沉寂，在这一瞬被撕碎。不是贱民，那寇乔的规矩和轻重手法分毫不差。他是我爹手底下的死尸旧部。萧衍，当年那场连苍蝇都被屠杀殆尽的西门血案，有人活下来了。
冷静。就算他是沈家旧部，在北狄大汗的地盘蛰伏隐忍了那么多年，今日突然甘冒奇险借使团引你现身，此局绝不简单。他有没有给你留下见面的死亡镜？城西破庙，自是黑血吞城，天地间最后一道肃杀。这血下的真绝，距子时还有1个时辰。黄泉也好，山火海也罢，今晚我陪你去走一遭。风雪演技，破庙妙账如注。20年的风霜，都凝在这一眼里。小姐，属下沈家爱卫第7号沈七，当年是跟在老爷办学的天书童啊！你还活着？这整整20年的刀山血海，你到底在哪？20年前，那场焚天大火前夜，老爷已然预感抄家屠刀将至，他将我强行打晕，命我贴身死护这足以翻天的无双秘币，先行逃离京城，奔赴北境关外，苦等接应。这是当年老皇帝废帝在篡位登基前，联合那老贼魏忠贤，暗中串通合谋，构陷先太子的完整核心连环证据链。御笔中批，先皇玉玺，这一卷是天罚。属下拼命来见小姐，是接获了营陀京参倒计时北狄大派的高层正借着大先锋上边境立足未稳，打算扶持一个我们最熟悉的傀儡兴兵压境突冠。谁的傀儡？他当年趁了头北被调包中将可汗帐下，被野下手拢了当年被冲散的把余命为一聂旧部以及私兵，总数逾5000失血大凶之众。这是魏崇在那北狄东境驻扎联营的要冲山水布防图，属下隐忍3年，耗尽北狄暗线人命，才画的这没有半点误差的地形死穴。沈先生居功至伟，但这龙潭虎穴，你还能全虚全武的撤回去吗？能。这趟使团半月后原路返程。那好，请你回去后继续死死盯住魏崇那条漏网野狗的每一根杂毛，别眨眼。不出半年，我萧燕亲自提重兵北上活管了他。铁证、地图、猎杀令3重落定，棋盘已定，只待落子。魏崇这个反骨私生孽种必须在气前彻底掐灭，但不等于挥大明铁骑直接跃进长宫。一旦重兵踏入北狄分地，大魏这初落定、根基未稳的新朝，必将被直接拖入万劫不复的倾国战阵中。不能强杀，那就借刀挑毒瘤。北狄高层本正念魏崇这把暗刀制衡刀暗制衡大魏，想不仗李达派想用出个绝命无的藏兵图谱，不经意的泄露那群一直锻造驻派打压的老狐狸，借主和派的快手去活生生的挖掉驻战派的一条毒爪。剧毒引信，抛入敌庭，此计绝妙。但这等游走钢丝的细活，你手底下的暗线走狗顶不顶得住？凉州边镇有我亲自埋了5年的3条极深暗桩，第一个甚至塞个口信难事，但这可是颠覆军政的特级买卖，靠几张烂纸绝不肯让主和高层相信，必须由一个足够量直的人亲自跃进牵狼群，只有当面谈判交易，才能拍板这道见血封肠的消息。我派死使。省省吧，王爷，你手里那些只会提短刃道具击败人的愣头青，上了战场是神，但这等唇枪暗仗、9弯10绕的阴谋局，他们去就是白送人头。我去。你疯了吗？沈七冒死带出你爹旧部的遗念，刚把你这唯一的根接续上，你转身就敢单枪匹马往北那深不可测龙潭苦穴里跳！放手！我从13岁就开始亡命跑这刀口舔血的情报，北京外的3教9流与黑道封杀，我闭眼都能比你的人走得更门齐。钳子松开，但目光比铁钳更紧。要想瞒天过海，光一个孤女太过扎眼。本王陪你一起踏着地狱，就把当面暗的身份换个平昂，改成凉州边镇新任商会总代表，一个常年咳血的病弱金主，带着一个视财如命的精明女账本，你那2条命去赚死人钱，总不扎眼了。边关底门，车则碾过界土，
我以前卖命送情报，最远最远也只踏到边镇城门口。怎么，大名鼎鼎的狐狸头这现下怕了？有什么可怕的？有你呢。一句脱口而出的话，比任何情书都致命。丰城三不管的边市，狼与狐狸混迹的地方。萧氏邀约，如王洒向敌庭。战靴踏木梯，狼来了。这是我大魏边王将单向封禁，与书被放开护市黑名单建议文书草案。你们这建议，这可是断那些助战派可汗红色脉的短刃道具。做短刃道具口滚肉的生意久了，这糊涂倒悬的生死账，总归是要替各自的主子清算得干干净净的。你们到底要什么？我们要的是边贸再无短刃兵生事的绝对安生，因为在你们那最肥沃的马场营地里，现如今正养条死都不该出现的老魏家杂种野狗。此事太大，此事体大，非我一介喊死能定。容我回报汉状，等候决断。异常已注入，狼已回朝。他回去问了，只要那条饵沾了红色，主和派就一定会来红着眼吃这口死肉。最快不过3天期限，但这3天恰恰是我们生死倒悬的死穴。沈先生给的地标是3个月前的驻防，主营位置这种特级军务。魏崇那等阴非常狗贼，万一在这3月间移心换地安化了大本营，一旦主和派带短人去核查时扑了空，你我就是首当其冲被挫骨扬灰的一族死万一出了漏，那就逼沈七不要命，再走一次这通天的鬼叛黄泉死路。火妖崩裂，异常性开封。救人何在？4个字，一条黄泉路。血鸽碰撞窗。魏老狗的丑，果真是和他一样命硬。营地没疑患，但沈七拼死送出的重炭，那老巢外围居然在这3月间硬生生拔地天盖了3座无死角的重兵箭楼。3座箭楼，3处死穴。深渊般的凝视，未曾移开半寸。看什么？只是在看你，看一个满嘴银子的边野酒女掌柜，到底是用了怎么样的妖法，竟然在这风雪异域游刃有余的操盘跨过过去击败翻云覆雨下死局。我在想，当年我进凉州边陲，那辆拉着我这废物的破烂囚车上，你那般不顾性追上来塞酒。阿九，你那日是不是一早就知道本王是谁？是，老娘那日第一眼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活阎罗。废太子的尊贵遗孤，被发配流放等死的病娇王爷，手里紧紧攥着那能掀翻朝廷和当年太子党旧部的天下暗线点将册，我岂能不知？最后一道遮羞布终于撕开，那你那时在那酒肆里为我续命，是只差一步，将本王当做了你复仇网里那颗最好拿捏的死路棋子。一开始是，后来的事情，等咱们从这吃人的草原走完全局，活着滚回大魏的时候，你以后想说了，就慢的一回说个痛快。接令，大汗密令，2位过客还活财神，请赐部极北严寒。没有退役，只有更深的短刃光。极北严寒，短刃山再行。
饥寒死狱，风如鬼嚎。3个昼夜，他们走到了狼的嘴里。狼皮帐内，恶煞高坐。南边的病秧子，就凭你们身上这2两肉，也配叫本渴望如何做塞怀商道？可汗豪爽，但可惜你们部落用红色寒拼命保的江山后院，早被助战派藏了吃人的暗鬼。那个被你们幼王深藏病户的中土人叫做魏崇，怎么，他的亲大伯便曾内任私人九筹，把老王主这上一任动力的旧报底细，竟是不知吗？住口！中原奸夫满口胡言挑拨，来人，乱棍拉出去斩首！慢着，不信，这是魏老首党贪腐军械内库里清供劫货的密制踏本和营帐暗文。那魏仲小贤为报魏崇私卖蹭渡出关，不惜暗在的爷们里自套以联系会蠢当奴婢助战派百，竟还将那击败人4成1数始主的私生货狗，那头吃人的大胃恶狼，当做了帐中座上高宾，供养如父。好一条恶狗！助战派那群滥生植物！自他军营往东5里，乃风口绝命死退，粮草供给唯一窄道侧北山峰。此一端一旦拦截，只言片语，直中死穴。好个胆魄逆天的账房与东家！这魏崇的赃命烂摊子，本汗亲自剁血清理吞了。但我那数千匹战马调度不能没有保全之险，你们2个里必须且只能有1个把命留在这里做质保。死命如铁，必须留1人。我留。他是这行商盘点最重信书交手的大传令，留我这做东老板拿重躯在此命押，足确保此句雷霆承诺。别扯！拔营红色喜拿手机！3日3夜，马不停蹄，却亮得惊人。他不敢停。放红令，启动所有级别暗线，给我紧紧盯住北敌东境魏崇的营地，风吹草动都给我报回来。第7天，暗报如短刃刀锯。北敌大乱，达拉部动手了。300铁骑夜袭敌营，窝藏南朝叛将，欲陷北敌于不疑。你等是想破坏两朝商道，毁我部族根基吗？前有铁壁，后无退路。奉旨剿灭魏党余孽！一箭未发，5000残众，跪地请降。半月后，余义长尽散。大魏头顶的余义长彻底散了，风雪正急，归人踏门。他没死，他回来了，他冲出去了。你知不知道我，萧炎？知道，所以我赶紧退了局，活着回来了。达鲁守首领托我带的礼物，那粗汉说：“你这个胆大包天的大魏账房娘子，下次若是再去草原，还得摆满100盘最烈的马奶酒。”真那么惹事？再连老爷蛋消受了吧！老实待着，我去后厨给你这活燕窝热碗实心面。血祭天晴，九眼归居。安宁，如雪后初晴。黄泉恩宠，
落在一张油渍斑驳的柜台上。千两黄金都不要，你这脑子是不是在北狄草原上冻坏了？别人求一辈子求不来的泼天富贵，你当抹桌布呢？回京，回去就得天天披星戴月去上朝，对着那群嘴碎的老骨头扯皮。我在这儿喝你温的热酒，比坐在那冰面一样的金銮殿里舒坦100倍。一碗热汤面，10年沉淀。边关乱局平了，血海深仇报了，10年的沉冤也彻底昭雪了。萧炎，你心里的那本账全算完了，那你接下来到底想干什么？你错了，我的红色账是算完了，但我在这世间的诸多生意似乎还没做够。你的九尾狐重要信息网线下正是最干净的底子，还要不要继续扩大？南边富得流言的茶丝商路，西边掩在连绵大山里的隐秘矿道，还有东边风大浪急的黑市海贸，只要你想干，我陪你把铺子一路全开过去。怎么，咱们名震天下的大魏病王爷，这是打算抛去尊贵，跟着老娘改行做个一身铜皱的俗气商人？不做商人，做你酒肆的东家掌柜。丫头啊，老头子我琢磨着，咱外头那面招牌是不是该换换了？有间酒肆那会儿还像个正经生意，酒宴归居这名字越听越像两口子开的黑店啊！老族一句调侃，比任何圣旨都重。短刃道具枪不入的女诸葛，被一句调侃破了防。老不死的，瞎胡说八道什么？谁跟他两口子了？新江山角逐，在烟火气里徐徐拉开序幕。算盘换了天下，短刃道具口舔红色的鬼手改数银子了。买卖大魏江山的商机重注，一条准确伤情，老娘开价比以前卖人头高出足足3倍。半年浴火转型，一张金箔盖住了天下。黑铁山，一座用红色喂出来的矿山。这些豪强透税漏税的铁证，私通境外走私铁矿的交易暗文，一件不漏，全查清。正好，本侯这柄清君赐血的尚方宝剑放了大半年，也该引点新红色了。3000铁骑，神兵天降。毒瘤连根拔起，矿山换了主人。矿山易主，新的规矩由他来定。以后这矿出的利润，3上交入官府大账，3成归我减商度做运营抽利，全部底线的那4银归你们干矿矿工公司。那不是绝望的哭，是活过来的哭。风暴席卷，细雨细吹，从此无人再言死难。利润之下，压着一个粗布包袱。谢了，2个字，半生血泪。一块原石，一个镇址，一座山的恩。不问来由，只因早已懂。次臣策马归来，一身寒意，一腔柔情。这世上的镇址，向来是要凑成一对才更好看些。名头响了，眼睛也红了。麻烦，不过是猎物自己送上门。这帮蠢货倒打一耙，说老娘垄断。我九眼商队跑这趟凉州，撑死了霍寿骡子他们3家江南大户加起来，足有200辆重马车，浩浩垄断。他们告你，并非因为你的车队比他们2日，沿途从不遭遇匪患折折损。更要命的是，你的本钱稳，出货折价更狠。
那现下怎么破此局？总不能让我把快马换成老牛，故意放慢脚程，等着被他们生吞活剥吧？萧衍去帖，放慢脚病？不，我要你将九岩商队那最绝密的黄金运货路线在这个彻底公开。公开？你疯了，萧衍！那路是我砸了几万两为白暗险才趟出来的免死金渠，公开了大家一起走，我靠什么吃饭？稍安勿躁，不仅要公开，但咱把王调你亲自把这张路线图的核心残本集齐卖给那废带头嘴事儿大的方风声，用动物不齐就黑云状去风筝。当他们这张纸砸下你的路线上的念去中你翻本就你想，当他们以为捡了便宜时，我们已经收回了足够再开辟3条新商道的恐怖暴利。低姿态的宴席，暗藏击败姬的酒，饵已抛出，狼已上钩，一盏孤灯，仿佛由光影见到猎物。无声落，没有执笔，只有3次点头。诉状撤了，金子来了。3遍，每一遍都是一次新的震惊。萧衍，我现在是彻彻底底100%的相信，你丫在这之前的20年，在京城的吃人的朝堂里，到底是干什么肮脏的野蛮的活人了吗？我是干什么的？你就是个极其腹黑的，专门帮人挖通天地狱深坑，还要笑着看着别人感恩得自己跳进去的死活鬼王！骂得最凶的一句，也是最服气的一句。商人输了金子，他赢了人心。激进到江南，一柄短刃道具劈开了半壁商路。酒肉交心，击败契合帐，玄袍换旧衫，算盘换长剑。不得了，不得了！姑爷那拨算盘珠子的手速，简直比老头子我这干了一辈子的还快还异常。那些想糊弄几两碎角的贩夫小卒，被他一双桃花眼淡淡一扫，吓得连偷藏进裤裆的铜板都老老实实吐出来了。满身风尘，推门归家，累死了，来碗烈酒。这又刮的是哪门子阴风？九娘啊，星光归墟投营高在三秒观影映台，从下月初1起，凡我大将至酒店庞大私占通货物，且每趟无论晚空，必须强制承斗进薪水。但有个权宜通中的活口子，彻底一口揪错朝廷官衣署面下，再说上了统一挂皮上书，我做主可免3成。他皇帝老子想钱想疯了吗？这一入一出，再剥去护卫通损，我们利润直接被连骨头腰斩背叛。你让手底下老兄弟们去和全巡理分吗？修罗出帐，从容如任。刺史大人且慢，这等为国分忧的大买卖，挂靠当然可以，但我只有一个不过分的交换死约保底前提底线。我大里面管火刀万箭中百单发现中败数，所有经过你们关系或慢运交托时，一旦超出绝世时因时约定引发崩盘金线死赔偿，绝无推拉回扣分缴。大门封闭，尘埃未落。大王爷，你这疯子乱豪赌，他们一周运力，你赌那群平时只会压榨的贪官运不动，压库绝崩时，输了咱老底珍贵国富全收了。我从不对局开盲赌，我那叫精准死算定局。早经精准各照说3载前世行，我早个月前我早就令老华一逆划入各关一点内层，真正或连带半残了多老华一兵报官造死困成了好3叠万亿功斗，星盘重压早的过彻彻底查干算大底一遍死底了。集一场黑算，反照惊魂。他算的不是一局棋，算的是整个朝廷的命门。3批军棉延误，官役命门被暗死。违约3次，违约本待立，大人该拿真金白银结账了。枷锁反批为通途，商运大门洞开。
看我冲在最前面卖命，你在后面躲闲，是干什么的？在后面算账。你开路，我兜底，分工去。你开路，我兜底，10个字，定死一份同生共死的灵魂契约。九娘，大堂外面有人找，来头不小，大老远从江南来的，姓许，许记布庄东家，要见你谈河谷开分号的大买卖。黄鼠狼给鸡拜年。许记布庄联合凉州地头蛇，控吧陇上路的死敌。干爹，把大门打开，把人请进来，顺便拿2个大碗给江南来的客人，到咱们这里最好的送醒酒。送上门的猎物，他倒要看看这胖子骨头有多硬。九娘，去年联名告状是我家二掌柜擅自搞的，我回江南就把它发卖了，这回真心大火，我出货，您跑路段，利润您6我4，咋样？许老板豪气，搭伙做生意可以，但是合伙的规矩得我来死磕定盘。布匹劣质归你担，风浪折损我来扛。每季末当面滚红对账，利润按流水结，不设死比例。看真本事，你出货多拿大，我外单勤挣大头，谁能耐谁拿最大，明算活账。痛快公道，九娘这规矩是奔着100年大业去的，我认了，签。好手段，你把死地套套成了中式的火金技术。翻旧脸容易，找大河谷难。他低头认怂，我留上传路，不误赚钱。红梅残月印，这是绝命锁。他没有看内容，直接粉内容。这封信背后的人必须死。王庭便令，主派达卢可汗遇刺重伤，抗战二皇子夺兵权，锁死边关护士。北敌又内讧，护士要停，边境的货得往南走避风头。就这些？就这些。25弟翻译。阿九，你想独自扛，可笑。大陆中案件毒刺，齐要吊命转深山。边关护士被军管。沈七的绝死密令，敢瞒一字，我便拆了这小酒馆。我们早就拴在一条绳上，有局必须我们俩一起裁算去顶天判断。我怕你又孤身前去北敌趟阎王水。
不闯北狄，我大好命死也要留中原护你赚钱，但得在达鲁重返前护盘定住，强行重砸打开这条断防护室。他断护室，我们就在此强设三股难分的黑镜，通吃走私业绩。黑鬼业绩，否则习炼金水动脉必死，南东再痛也是半壁残局。断护室自开业绩，通吃三国黑鬼业绩。在，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3日期限，30匹匹剑驴，重金应货。灭引线，全部就地趴下，觅死喘气动静。停下马，看半眼，老娘即刻暴起，血战到底。继续验货结款，天亮前这钱老娘收死了。整整1月光至，逆风翻盘。达鲁呵杭伤愈复位，逆权绝杀夺势，重掌护室生杀。黑鬼业绩收编洗白，封入官方大政日式。你说的对，真对他娘老对了。官方此道不通，老娘就偏要自己在这荒焰界杀一条新线路出来，用命，用血，用黑手，直接劈出这天下最大、最无敌、最无敌、冲天绝地的新王绝道！用命用血劈出新王绝道。红牌一出，通天绝道。丰年不压价，广囤余粮；荒年不涨价，开仓放米。百姓竟称九娘仓。九娘，去所青黄不接，多亏您平价放粮，这甜枣您尝尝。互相帮衬的事别记心上，趁热喝了暖暖身子。你现在已经不只是个唯利是图的情报贩子了。那我现在是个什么？是凉州城所有人遇难出事第一个想到的人。一世静谧，把从前刀口舔血的杀机全挡在了门外。小姐，达鲁遇刺真凶查到了，不是二王子，是魏忠贤的暗桩。北狄王庭内
还藏着一个从未露面、比二王子更深的要命敌人。魏忠贤的暗桩，从未露面的敌人。比二王子更深的敌人，藏在北狄王庭暗处。魏忠忠贤暗桩未除，下一场风暴更近。老皇帝虽然退位，被软禁在了深宫，但他毕竟在位40年。赵成、孙德水10年前外派联络之民入北狄，后石沉大海，不是巧合。你潜伏了3年，可曾亲眼见过这个人？那老鬼从不露面，刺杀与黄金全靠一个中间人跑腿。残狱现世，真相将出。御制吉甲，乃江南贡史。透雕无主龙纹，是大魏几10年独有的秘造法。废帝登基那年，曾令内务府秘制10枚龙纹玉牌赐镇国帐臣。这是那10枚里的？不，当年10枚皆已注册，这玉背后有密文。天下明面10枚，但这是第11名。这是废帝私养绝命密使的专属号令。沈七，你这番暴露，还能活着走回北夷的死局里去吗？回得去。老鬼一如惊弓鸟，防线大涨。这次突围，险些被乱刀斩死。回去之后，切断所有原本的刺探动向，什么隐形真身都不要去惊动，只管咬牢中间人，每日去向见了谁，干了什么，传回即可。剩下要命的修罗差事，我来做。属下领命。一步生死未卜，一别不知归期。这权力的漩涡可真是无底洞啊！萧炎啊，我本以为咱们那血海恩仇的账单早就该杀空了。就算下面是地狱，敢伸出爪子，我也给他活活剁干净。整整数日，密室如图同被商铁汉焊死，半点不通声息。上百卷皇室官员迁职生死卷租，如沙盘推演。我揪出那老鬼狐狸狸的尾巴了。废帝派往北狄的密使是一对同心亲兄弟，赵启、赵开。他们借北狄旗反杀回京复辟。所以之前的猜测全错了，魏冲从头到尾只是被他们当成暴露在明的烟雾弹。真正的杀招是隐在赵启、赵开身后的那万军复仇兵器。若我是赵启，绝不在严冬动兵，会将决战悬在开春，北狄性最狂之时。现在是严冬，算上最后3天探爆炸，距离鹰者春雷只剩4个月。那我们大魏100万生灵的命脉时间，也就只有这苟延残喘的4个月了。4个月，够不够你把漠北10几年的活鬼从坟里挖出来？不够也得够！传红布急调9尾血诏，命沈七、老怀西境签名夜宵，半数转死道。
4个月，把北狄王庭翻个底朝天！我要知道赵启、赵开姓审美在哪儿，等哪时封。警钟重鸣，大魏全境暗网惊如戒泪，最大规模的绝地反击战打响。每一片羽翼带冰茶，每一个碎片拼老鬼真如。中间人每月15，必孤身前往王城东30里废弃古寺，长跪密留1个时辰。快马加鞭1个半时辰，每月破庙烧冷香，要么埋着夺命死物，要么藏着见不得光的死人。茶砸300两，3天内方圆3里揭皮剥骨。我要知道谁落名盖印的鬼院子。果然，赵启潜伏，赵开借着行商注册了这贼窝，两鬼对接，号对上了。沈琦传来探鼻小象，赵大掌柜即瘦高勾背，左脸横贯一道狰狞陈年深疤。找到了！疤痕不是意外，是为掩盖这死士刺刑，短刃落下抹去了印记。赵开，找到你了！赵启借商贾皮囊见不得光，萧衍决定借会谈之名，请他入瓮，借凉州刺史名义，请二王子主持互市磋商。赵氏魁首，绝不敢缺席。7日后，双边会谈大帐，请君入瓮的戏台已然搭好。蛰伏10年的老鬼赵启，终于踏入光亮。有北狄二小子，有北狄三儿子，我是天王将军，四民战号昭九。外围死士与暗卫已将整座大营紧紧合拢，宴散席中，列网收紧。赵大掌柜，请留步，有件陈岩老硬货，想请您对一下账。毕长行不做见不得光的暗货，阁下找错人了。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货，您认识吗？不认识这等劣质的破石头。那打扰了，掌柜慢走。他在撒谎，他认出了玉牌，那瞬袖子里扣死了毒镖。他是惊弓之鸟，玉牌现世，今夜绝对睡不安分。放网跟起，他今晚一定会去联系上线谋退路，盯死他，看看这条老毒蛇最终要往哪张网里钻。丑时，赵启再无伪装，直奔二王子帐外。3000重甲亲卫，马蹄裹布人衔炉。人去楼空，
沈七提前半炷香截断了传令信号。7个昼夜，1两赏银，掘地3尺，赵启如泥牛入海。赵启窃走北境陈年旧房图，那是3月前缺口，足以引兵入寇。沈七音讯全无，沈七不会死，你爹调教的顶级探子，老鬼咬不住。不合他老谋深算的逻辑，明知北防已重设伏，为何还偷那破绽旧图？这不是土生路谋反刺传缺，这是他娘的在买命引战送死！他偷谋北方旧图，是引10万禁军号北关。真正杀招，从后手此处。如果我是赵启，绝不会让重兵北重地强定强冲，白送天命，直戳大魏西冀腹地，那里大空。借乱逃北线大荒界，绕万里无声天，横突万水群，直破西境大山莽谷，引胡部狼精最隐暗，直死破兵差，生取内陆最柔大平，腹地大后城。西境大空，赵启死局已现。3天后，西境岸线猎户急报，约200北敌精锐马队已避开所有关卡，深潜西南腹地。他们真敢死角扎下来！长刀上马，星夜狂飙，6匹战马脱下，生死死赶在天明前。好啊，你爹生你时少长了2条腿，是不是？九尾狐、摄政王，你们的狗鼻子追得可真娘的快！哈哈哈哈！被聪明误，你们有一件事算盘彻底落了空。这条路的尽头是天子修的囚禁老先帝的那座密林废帝行宫。若废帝被劫走，北狄奉圣立新朝，大魏永永宁日。绝不能让这老贼碰老皇帝一片一脚。分2路，我带老怀追剿赵启，朕不敢全放。你走侧道行宫，加防死壁。你疯了吗？几十人对200北打死词，你不要命了？别拦！你回忆，我答应护你安天下的诺，哪一件我没做到？驾！一乱迟，赴死军容。长风漫血，绝尘而去。一人向东护宫，一人向西赴死，生死各安天命。快马流星，先一步撞入废帝行宫区。全军戒严，弓弩手就位！敌军不足100骑，队列散乱，毫无战意。赵先生有令，不打了，刀兵入库，只求见萧太正面。萧衍不在，
有什么阴谋诡计，跟我说。这是赵先生留给摄政王的绝笔信。刀入鞘，带他们去见萧衍。铁骑斩敌大半，萧衍负伤安坐巨石，等阿九平安的信号。你受伤了。赵启在哪儿？在溪谷尽头的玄木断崖原处。先生说，只等王爷亲至，收他项上人头。老规矩，我跟你一起去。驾！黄昏死崖，赵启坐在残碑上，等了你们一整天。赵启，借壳苟活20年，你想怎么死？本王今天送你体面。借壳苟活20年，等死，等收，等那唯一配收他的人。孤坟泣血，旧怨了。20年前，他替我送信过封锁线，被乱箭射死，尸骨无存。我拨脸拿走文牒，用赵氏商行的壳织网20年。你们用一张网把我20年的绝路全封死了。这20年，你沾了多少无辜的血？一级我杀了，可我从未北防情报卖给过异族。这碑竟告开。你随我回京，三司会诊，该领罪的认，该说的说。你扛下主审，你死后，赵开从走私细节改判作王商贾，清清白白。谢了。我以为那一剑你会亲手杀他。我也曾以为，把仇人全杀尽了，天下就清平完了。3文钱你也跟我算？许三千，你穷疯了是吧？3文钱也是钱，舅娘，你如今大富大贵就不认小账了是吧？堂前算账，后院劈柴。舅小姐，他就是20年前神府大火，把5岁的您递出火墙的老门房。别跪，别跪啊！只要这命还在，回家就好啊。大魏所有的生死老血烂账，全被我们清算得干干净净了。一黑一白，一刚一柔，生死永靠。九衢归居，阿九亲笔。红穗茅草，死不离。有间归咎心无界，死生安去，是无声香。